本期话题：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中国历代的皇帝对兵权都十分忌讳，为什么呢？因为拥有兵权呢，就等于拥有了造反的资本。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很多手握重兵的大臣，在羽翼丰满的时候，常常选择造反，自立皇帝。最典型的就是北宋这个赵匡胤。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位的时候很器重赵匡胤，让他带兵跟南唐打仗。赵匡胤呢也不负盛望，屡建战功。于是柴荣在病重的时候呢，就任命他为殿前都点检，掌握殿前禁军。殿前的禁军呢，包括皇家护卫队跟首都警备队，这个权力可以说相当大。柴荣死了之后呢，他儿子柴宗训继位。这个柴宗训呢，只有7岁，可以说啥都不懂，所以赵匡胤实际呢就掌握了大半的兵权。当时宰相范质不知道从哪儿听来消息，说契丹呢要联合北汉呢南下攻打后周，所以急忙派遣赵匡胤应战。赵匡胤说不行，我呀兵少，不能出战。范质呢只好临时授予赵匡胤的最高军权，来调动全国兵马。这样呢，赵匡胤实际上是把全国所有的军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而这个时候他就动了造反的心思，所以他在离京的时候就放出消息，说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他不是殿前都点检吗？意思是呢，从军队离开那天开始，赵匡胤就会被立为天子。其实这是呢他传播谣言，但是这个谣言一经传出啊，把朝廷内弄得人心惶惶。在大部队呢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呢，赵匡胤就收到朝内大乱的消息，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先把朝廷搞乱了。这时候就此发动了著名的陈桥兵变，说黄袍加身，其实不是黄袍啊，他也没说提前呢把黄袍都做好，就是他下边人呐拿一面黄色的旗盖在赵匡胤身上，反正黄色呢就皇帝的颜色呗，所以由此衍生出个成语黄袍加身，发动政变获得成功。赵匡胤呢就这么造反成功了。可以说呢，他为什么要造反呢？有人说你不废话吗？那当皇帝呀，那多大的权力呀，那一般人经不住这个诱惑呀。可是这么大的诱惑，在有的人眼里毫无吸引力。这个人同样手握重兵，一直没有造反，甚至为了自证清白交出兵权，在人生巅峰的时候激流勇退。这个人就是被多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奉为人生偶像的大贤曾国藩。说曾国藩怎么说激流勇退呢？1864年的时候呢，曾国藩攻陷南京，打败了太平天国，迎来了权力巅峰。当时曾国藩呢担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这都是好的位置不说，两江总督啊，那是等于大清最有权力的总督，最有钱的总督。两江地区就是大清的钱袋子，而且这时候曾国藩手握30万大军，制约江苏、浙江、安徽4省还有江西4省的军事大权。那个时候满清的八旗军队根本无法跟这个曾国藩手下这个军队抗衡，而且这30万大军那是刚刚跟太平天国打完仗的，士气正盛不说，战斗力极强。所以当时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势力非常庞大，全国8名总督有3名是出自湘军，全国15名巡抚有7人属于曾国藩这一系。可以说这时候的曾国藩掌握着大清的半壁江山，他拥有这么大的势力，想要挥师北上啊，拿下北京，他自立为皇上啊，应该说难度并不大。当然他自己自立为皇上之后呢，攻下北京呢，再怎么维持一统江山，维持全国天下，这另外一回事。但他当时他要灭了大清，应该问题都不大。而且那个时候大清确实也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没这么干，没造反，没有自立皇帝呢？咱们今天来仔细给大伙研究一下这其中原因。首先第一点呢，主观上原因是曾国藩压根就不想造反，他心里就排斥造反。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打小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中国从汉朝开始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确立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尺度的道德标准。核心就这3纲5常。3纲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意思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五常呢，仁义礼智信。仁呢是恻隐之心，义是责任担当，礼是恭敬谦逊，智是明辨是非，信是忠信诚信。那么当时的读书人呢，从小就受这种思想的熏陶和约束，一旦入仕当官忠君爱民就是基本准则。所以曾国藩这样的人呢，是不会轻易背信弃义、拥兵造反的。当时曾国藩周围的人不止一次劝他造反做皇帝，都被他拒绝了。我说这不止一次，这可不是说2次3次，那多了去了。第一个向曾国藩提造反的呢，是一个叫王凯运的书生。当时曾国藩的湘军才成立不久，王凯运毛遂自荐，然后就推荐自个儿说：“我可以帮你干什么呢？帮你当皇帝。”曾国藩一听这个呢，就说吧：“说我呀，终极目标我想做圣贤，不想做什么枭雄，更不想做皇帝。”拒绝王凯运的建议。谁知道王凯运不死心，没过2年又来了。这时候曾国藩呢，已经是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王凯运跟曾国藩一见面呢，就开始给曾国藩洗脑，说这当皇帝好处。他还拿韩信的例子吓唬曾国藩，说你韩信多大功劳啊，当年就错失废刘邦自己当皇帝机会，结果死在未央宫了。曾国藩见王凯运呢，这引经据典，说的唾沫星横飞。曾国藩微笑不语，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字。等曾国藩走的时候，王凯运在桌上一看，上面写着荒谬2个字，这曾国藩压根没拿他说当回事。这王凯运算是开个头，打那之后一波又一波人不断向曾国藩提议造反。就在1861年8月，咸丰皇帝驾崩，慌乱之下呢，当时就6岁的载淳就同治皇帝登上皇位。慈禧随后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可以说整个大清朝这时候属于这混乱和动荡当中。何况呢，里边这样，外头还有这太平天国这事儿呢。这时候湘军将领叫李元度，他审时度势，就写了个纸条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一看呢，纸条上写着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意思是呢，同志没有做皇帝的能耐，你可以做，你是有真本事的。没想到曾国藩当场跟他翻脸，说你呀，这是把我往那荆棘丛里赶的，你是把我往火坑里推的。后来湘军打败太平军之后呢，军中上下士气大振。有这么一天呢，曾国藩弟弟曾国荃，他9弟曾国荃带着30多名湘军将领来到曾国藩军营，就想说服曾国藩，这时候哥哥你得学赵匡胤黄袍加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但曾国藩一句话没说，就在那写字。写完之后呢，他交给他弟弟曾国荃，二话没说出去了。曾国荃拿过来一看呢，上面写副对子：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我这些年呢，大风大浪经多了，我见到那繁华呀，人生的名利呀，那对我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我见太多了。而我心中向往的呢，依旧是高山流水。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你看，所以这是曾国藩表明自己的心迹了。当时众将领都觉得曾国藩不造反实在可惜，就连左宗棠也是这个意思。当时左宗棠给曾国藩当幕僚，给他递过纸条，纸条上写着呢：神所平移，将在得意，鼎之轻重，斯可问焉。左宗棠这条意思上天神明会在有德之人当中选择个统治者，现在夺取天下似乎可以试一试。当然这话呢，你要说这个劝曾国藩心有大志，平定天下也是，说劝他造反也是，反正总之挺模糊。曾国藩看完之后啥也没说，把这16个字改了1个字，变成神所平移，将在得意，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你看原来是4可问焉，他答未可问焉，就是夺取天下这事儿不可以尝试，我是不能尝试。那更令人意外的是呢，当时打败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住了。当时表达过，就说我可以拥立你曾国藩当皇帝，我愿意带着我的旧部跟你一起干。可见当时无论是自己方阵营还是敌人阵营，对曾国藩都十分看好。但这些话曾国藩都没听进去，因为他对自己情况再了解不过了。他除了自己根本就不想造反以外，还有外因。他认为这湘军内部存在很大问题，你贸然造反凶多吉少。所以除了主观上不想造反，客观上呢，曾国藩对这些事认知很清楚。你看曾国藩手里虽然握着30万大军，但真正的嫡系部队，就他完全能指挥动的
啊，为他可以说出生入死的也就是5万人，1/6，其他士兵呢都归他自己手下将领支配。你看打仗杀敌打太平军的时候可以万众一心，但真要造起反来就不一定了。因为当时其他各部将领呢跟着曾氏兄弟也多少都有点矛盾，尤其是打败太平军以后呢，这矛盾就更激烈了。其中最让曾国藩遗憾的是他跟左宗棠的决裂。左宗棠呢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两个人不仅都是湖南同乡，而且年龄相仿。曾国藩呢出道早，多次提携左宗棠，左宗棠也在危难之时救过曾国藩，所以两个人呢惺惺相惜，都是大才，说是知己呢也毫不为过。可是让人想不到呢，这样患难与共的两个人在打胜仗之后啊，这关系突然决裂，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这是湘军攻克南京之后呢，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啊报这喜讯。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朝廷不仅没表扬他，还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什么原因呢？原来曾国藩呢率湘军攻陷南京的时候啊，洪秀全的小儿子叫洪天福，趁乱就逃出包围了。曾国藩就挺自信，说一个小孩啊，这在战乱当中他上哪儿活去？所以他向朝廷汇报说，想当然就汇报说洪秀全这小儿子已经死了。没想到这事出岔了。洪天福在残留太平军的保护之下呢，不仅没死，逃出南京，还在别的地方折腾，要接着打。左宗棠知道这消息之后很气愤，他觉得曾国藩呢是为了邀功说了弥天大谎，就是他呢觉得曾国藩这是等于有别的心思，所以他当时没有找曾国藩对峙，而是越级上报给朝廷。结果这直接导致曾国藩呢被朝廷训斥，说你这是指挥失当，怎么这么大个漏洞？后来曾国藩知道是左宗棠把自己告了，特别生气，觉得好朋友在自己背后捅了一刀，所以他也上奏朝廷说左宗棠胡说。左宗棠说我也没错啊，是曾国藩呢等于这个虚报战功，瞒报。结果这俩人就这么顶上了，互相数落对方的过错，直到最后这关系彻底决裂。那么曾国藩和左宗棠决裂，曾国藩觉得遗憾。那么李鸿章最后也跟他掰开，曾国藩就更加痛心了。因为曾国藩跟李鸿章的父亲是一代人，两个人呢同年重榜，交情不浅。所以李鸿章他爸爸去世之后呢，曾国藩呢就把李鸿章招到自个儿门下，自己的学生。当时李鸿章年轻，心高气傲，为磨掉他身上棱角呢，曾国藩可以说没少费心。李鸿章呢虽然很感激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但对曾国藩的有些做法他不理解，所以经常意见不同，与曾国藩发生矛盾。在1860年的时候呢，曾国藩决定把自己的大营呢迁往安徽祁门。李鸿章觉得这个不行，说祁门这个地方无论从地势还交通上都不适合驻军扎营。其实曾国藩久经沙场，他也明白这道理，他这么做是有苦衷。因为当时太平军呢攻破了江南大营，朝廷就命令曾国藩带兵前往苏州。这曾国藩呢这时候觉得自己这势力没到那儿，不想以身犯险，不想去，但又不能抗旨，所以呢他从江北的肃松推进到江南的祁门，就做样子，给清廷一个交代，就我要去了，跟太平军硬打。李鸿章呢那时候位置低，他就没有站在曾国藩的高度考虑这事儿，他就坚决反对事。最后曾国藩只能对他说说驻军如胆怯，可各散去，就你们要不敢跟我去，你就散吧。李鸿章听了之后很生气，这个事儿他心里就别扭上。没过多久又发生一件事，就湘军在徽州跟太平军对战的时候呢，曾国藩派湘军将领李元度守城。李元度接到曾国藩命令后呢，没有照做，而是私作决定呢，不守转攻，跟太平军硬打。结果仗没打赢不说徽州还失守了。李元度知道自己闯了祸了，不敢回来，一直到钱用完了才回到大营来领军饷。领完军饷之后呢，曾国藩本以为他既然回来了，你还能我找你吗？你找我谈话吗？结果呢，李元度也没回来，而直接跑到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那里边。这王有龄呢，就相传是当年是个穷书生，胡雪岩呢，从自己银号里拿了钱呢，资助他，说最后王有龄当浙江巡抚。这王有龄跟曾国藩素来不睦，王有龄一看敌人就我的朋友
所以他力保李元度的安全，还建议朝廷重用他。李元度这么干，他本身是曾国藩提拔的，这不等于吃里扒外吗？分裂湘军吗？所以曾国藩知道后非常愤怒，以无视号令、守城不力、推卸责任为由呢，建议朝廷对李元度革职问罪。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站出来，他公开与曾国藩唱反调，说曾国藩为人冷酷，不念旧情，人李元度原来还救过你呢，甚至威胁曾国藩说，如果对李元度革职问罪，我也离开湘军。曾国藩也没惯他脾气，说你想走就走，随便，没人留你。其实李鸿章跟李元度也没什么交情，他就想借机会跟曾国藩闹一场，解解气。离开湘军之后呢，李鸿章也没有认识到自己错了，反而讥讽曾国藩，说吾实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行者，今乃知其非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开始以为你曾国藩是个英雄，但现在看来不过如此而已。李鸿章是自己以为离开曾国藩会有作为，结果在外逛了1年也没出路。曾国藩呢很爱才，他知道李鸿章有能力，觉得你这么逛呢实在可惜了，就写封信把他请回来了。曾国藩对李鸿章非常了解，知道这个人呢胸有大志，不可能始终跟自己，所以他就建议说，侄子，我建议你自立门户，组建淮军。曾国藩湘军这不湖南军队吗？李鸿章是合肥人，所以回去组建淮军，把自己家乡的人拉起来，然后协助曾国藩打太平军。那么淮军组建之初呢，曾国藩确实给李鸿章很大帮助，有来有往，两个人相安无事。可是后来淮军不断壮大了，两军的矛盾就加深了。当时曾国藩呢，为了扶持李鸿章呢，答应说你呀可以在湘军里挑一些人作为你淮军主力，因为你刚组建上来，你那波打仗不行，你从我这里挑。结果李鸿章呢没有挑选湘军的核心阵容，就内部人，湖南这帮人，而是选了什么呢？程学启、丁汝昌这些外人。说为什么程学启、丁汝昌是外人呢？因为程学启跟丁汝昌原来都是太平军的将领，战败之后归降了湘军。如果李鸿章挑曾国藩的内部人，就有可能身边多几个监视镜头，挑外人就安全多了。当然外人呢也不那么容易争取，因为毕竟李鸿章当时势力还不如曾国藩，所以他对程学启说说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就说湖南人的军队里都是老乡帮老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这其他地方的人，你在这里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句话点中了程学启的要害。虽然程学启这些太平军加入湘军，但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呢，对他们疑心很重，有意对他们防范排挤，就连呢驻营的时候都要把他们跟湘军分开，防止他们扰乱军心。所以由于受到这种歧视呢，程学启甚至想不开，喝点酒还自杀过。所以一听李鸿章这么一说，哎呦，简直碰到知心人了。所以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归降的士兵自己亲信加入淮军。所以程学启呢对湘军他心里想不通，他有一些仇视思维，所以在他影响下呢，淮军跟湘军的矛盾不断加深，动不动就剑拔弩张，这让曾国藩跟李鸿章关系也变得很紧张，最后两个人渐行渐远。这时候曾国藩跟左宗棠、李鸿章的矛盾呢，慈禧太后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为了抑制曾国藩呢，他开始不断利用这些矛盾来削弱湘军势力。慈禧先是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将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队伍里分化出去。这左宗棠这时候跟曾国藩，你两江总督，我闽浙总督，咱平起平坐了。接着呢，又对李鸿章的淮军加大扶持，让淮军拥有足以跟湘军抗衡的力量。最狠的是呢，他借左宗棠告发曾国藩贪功瞒报这事，彻底否定曾国藩功劳，以致湘军上下锐气大减。除此之外呢，慈禧还在军事上真做了些准备随时准备曾国藩这湘军要做的动作，这就得打仗。所以这一切曾国藩心知肚明，他知道慈禧对他是不信任、不放心的，他本来就没有造反心思，你说我何必让人这么防着我呢？所以他索性主动提出自削兵权，裁撤湘军25000人，裁撤这些都是他的湘军核心部队，而且他把自个儿弟弟九弟曾国荃打回湖南老家调养，你也别在部队里待着了。所以曾国藩这么做呢，湘军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但是曾国藩力排众议，坚持到底。为什么呢？打消清廷防备。更关键的是呢，他对这种不信任他有点累了，也怕了。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里边多次提到过心中恐惧，他说我
权太重位太高，虚妄太隆惊惶之至啊！就我自己权力太大，位置太高了，别人对我期望值也多，所以我心里头很惶恐。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巨大压力之下，在10多年的征战当中多次自杀。头一回是靖港大败之后呢，曾国藩想以死谢罪，结果被下级发现了，没死成。第二次是听说朝廷要解散湘军，他写了遗书买好棺材，准备一死了之。正这时候呢，前线对太平军打仗大胜，他才打消自杀念头。第3次是在湖口大败之后呢，曾国藩投湖自尽，结果被他将领李元度，就前面我说那个这个最后投别人呢，被李元度看见把他救起来。所以这多次自杀呢，也让这个曾国藩呢身心俱疲，所以他给儿子写信里说呀，说但求全局不致速败，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事所痛骂则幸也。你这话说的多沉痛，多沮丧。他说但求啊，咱这清廷大局啊，别那么很快就垮了，这样呢让我死到前头，我就不会被后人所痛骂。说大难不死跟大胜太平军呢，没有打消曾国藩心中的惶恐。他所以自削兵权之后呢，他又自削了大部分军饷，让弟弟曾国荃呢以身患疾病方式回原籍调养，给他打发走了。所以清廷一看曾国藩如此诚心诚意，就不再猜忌了。从那以后，清廷是彻底信任曾国藩，也肯定他的功劳，赐给他太子太保1等侯爵，世袭罔替，赏双眼花翎这些荣誉。8年以后，曾国藩呢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了，清廷给他待遇是呢追赠太傅，谥号文正，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这可以说是大清对大臣最隆重的待遇。所以曾国藩呢通过激流勇退实现自我保全，虽然有遗憾，但却合情合理。其实他保全的呀不光是自己，还有那些跟他一起苦战过的将士，因为毕竟造反呢是件输赢未知的事儿，你万一失败，这些人跟着都受连累。这在他来说呢，更加这是有违良心。所以说成大事者呀，忍为上，不仅要忍住一些污水忍住别人的污蔑，其实还要忍住自己的欲望，否则欲望一膨胀了，祸事跟着就来。本期话题：孝兴的政治责任。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对孝兴来说真是个好时代。你看现在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都是看嘉宾会不会逗乐，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也是那种选喜剧明星的居多。就连那些偶像小生在微博里边都不得不伪装成兼职孝兴，靠自黑玩段子博取粉丝们的好感。所以一个孝兴，或者说一个潜在的孝兴，在现在的娱乐圈里那真是太吃香了。那说现在是不是孝兴最受重视最好的时代呢？要我说还不是，最好的时代得往前倒到古代去。在古代孝兴可不是受欢迎那么简单，他们有可能能够左右朝政，甚至改写历史。今天呢，咱给大伙说说中国古代的几个有名的孝兴。首先咱们说这位是相声行的祖师爷。就说相声的后台供谁？供这位。这位叫什么名字呢？叫东方朔。一提东方朔，很多人想起来说是汉武帝身边的大臣吗？还是个弄臣？你要说他怎么是相声祖师爷呢？就这东方朔据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东方朔呢他有个名字呢，他叫复姓东方，单字明朔，字曼倩。所以你看说相声那个场面桌往往绣着4个字叫曼倩遗风。当年的张学良就曾经写过一个曼倩遗风的手书，这字送给谁呢？送给相声艺术的第5代掌门人张寿臣，就张寿老。所以你看说相声那桌上曼倩遗风，那就是尊重东方朔。当然说东方朔是相声祖师爷呢，这是牵强附会，因为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相声艺术。只不过呢，在过去越是低贱的行业，往往越要找一个高大上的祖师爷供着来养腕。你比方说唱京剧，过去说这些人是戏子，但是那时候京剧行祖师爷是谁呀？杨贵妃跟唐玄宗，往这上靠。说算卦祖师爷是谁呀？鬼谷子。说开妓院祖师爷是谁呀？管仲。你看都往这上靠。但是说东方朔是相声行祖师爷呢，确实他身上具备说学逗唱的这个功力，有意思的事也多。
首先呢，他是第一个以东方为姓的人，他父亲本来姓张，在他出生前呢就死了，他是遗腹子。他母亲生下他3天之后呢也去世了，他是让自己哥哥嫂子抚养长大的。他这哥哥呢挺草率的，一看他从出生的时候呢东方刚亮，就直接拿东方给他做姓了。东方朔这一辈子呀都比较豁达随性，可能和这种随意的起名啊也有关。再一个，他做官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他本来呢是齐地人，就是现在这个山东啊淄博呀一带。以前呢他酷爱读书，他为了有更大发展呢就跑到这个汉代的首都长安。到长安才知道呢长安人才济济，想出人头地太难了，于是他决定直接给皇上上书写信。当时最高领导人呢汉武帝提倡读书人通过上书方式来表现自我，所以给皇帝上书算不上多有创意的举动。东方朔了不起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只给皇上写了一封信，就让皇帝彻底把他记住了。什么方式呢？其实是恶搞。就东方朔一封信呢用了3000个木简。你注意，这东汉蔡伦发明纸张，到西汉时候呢上书还都是竹简木简。3000个木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公车府的2个年轻人得是属于那种膀大腰圆的，刚刚能抬得起来。于是汉武帝在宫内呢阅读东方朔的上书，一连读了2个月才读完。说信里什么内容呢？无外乎就是我叫东方朔啊，读过书，练过剑，长得高，长得帅，我是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男子啊。附件里边呢这附上了对大汉集团呢有关管理呀、民生啊、军事啊、排兵啊等等各项工作他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其实呢他为什么这么长？他就想告诉皇上一件事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这抖音上经常听到的。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就这么个意思，又搞笑又逗乐。所以汉武帝读完了这信之后呢，就把这人记住了，马上呢就下令任命东方朔呢为公车令。说这公车令是多大官呢？说白了跟孙悟空的弼马温也差不多少。公车令是干嘛的？就是给皇上当传达室的老大爷。咱们看各个单位传达室的老头管个信件收发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这东方朔就不乐意了，说我当这个官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啊，怎么施展自己理想抱负呢？所以他就想个办法。他这办法想的够损的。汉武帝身边养了那么几个侏儒，其实也是就给汉武帝逗乐的，身高不足3尺。有一天东方朔就找到这几个侏儒，说皇上说了，说你们这些人呢也不能种地，也不能打仗，也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用处，所以皇上打算杀了你们，省点粮食，你们赶紧向皇帝求情去。这些侏儒们听说之后吓坏了，连哭带嚎的找汉武帝求饶，把汉武帝哭懵了。一问这么回事，好你个东方朔，你这不假传圣旨吗？招来东方朔就准备责问他。东方朔呢主动给皇上道歉，说我是气不过。你看这些侏儒身高3尺，我呢身高9尺，我一个顶他们仨，可是我跟侏儒挣的钱是一样多的，就拿的工资是一样的。你这是想撑死他们呢，还是要饿死我呀？你说这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说你要不愿意用我呀，就干脆把我打发回去了。这搁这浪费您粮食干嘛？一番话把皇帝逗得哈哈大笑。其实呢，这就是现在相声里比较常见的这种对比夸张这种搞笑方式。汉武帝一看你说的有道理，就把他升官了。那么说这么一个靠逗皇上乐来换取官位的人，他为啥后世对东方朔还挺尊敬呢？你看这个司马迁史记里写到东方朔，那可不是就把他当做一个孝星。下笔里边体现出的意思呢，是对东方朔是很尊敬的。我说几个真事儿，这都史记里记载，你就明白为什么东方朔后人很尊敬他。汉武帝有个姐姐叫隆虑公主，这个隆虑公主呢老年得子，这孩子呢被封为昭平君。这个昭平君呢就被宠坏了，无法无天的。这个隆虑公主临死的时候就预感到自己死了之后这儿子肯定得闯祸，就跟汉武帝讨了一个免死口供，说以后我儿子如果犯了大事您一定看在这个姐姐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你饶你外甥一命。这临死的愿望呢，汉武帝呢也就答应了。结果隆虑公主死后没多久，这昭平君果然犯事了，醉酒之后杀了大臣。
这可咋办呢？按大汉的律例啊，这非死不可。汉武帝犯难了，你说杀吧，答应过姐姐，金口玉言呢，也不能随便反悔；不杀呢，大臣都看着呢，这徇私枉法，不自个儿打自个儿脸吗？这汉武帝挺聪明，干脆他就装哭，在堂上一顿痛哭，哭自个儿外甥。那意思是啥呢？你们看看，我外甥要死了，我都哭成这样了，你们得明白我意思，赶紧来向我求情，向我求情，我好借坡下驴，找个台阶。我假装为难，答应了，这不就两全其美吗？果然这大臣很聪明啊，一看皇帝哭了，都来求情。结果这时候东方朔呢，突然间呢乐了。他怎么乐呢？他很大声的称赞汉武帝：皇上啊，您可真圣明啊！您看呢，您都哭成这样了，就自个儿外甥要死，您伤心成这样，都这么伤心，你都不徇私情，您都要把外甥绳之以法，您可真是当世之明君呢！把汉武帝啊捧得乌丢的，下不来台了，没办法，只好秉公执法，把赵平君给杀了。你看东方朔高不高明？还有一次呢，说汉武帝特别好大喜功，老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有一次呢，得意洋洋的问东方朔说：“你认为朕是一个什么样君主呢？”东方朔一看这皇上很骄傲，东方朔就开始说相声，说：“您这功德呀，超过三皇五帝，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贤能之人都辅佐您呢？比方说周公、少公都来给您做丞相，孔老夫子给您做御史大夫，姜子牙都来做大将军了。”他一口气儿把古代30多个治世能臣都说成是汉武帝大臣，这语气当中虽然是搞笑，但带着讽刺。这汉武帝呢，恨也不能，骂也不是，还被他逗乐了。但这个逗乐之余，他确实感到自己不如原来那些圣君，我也得反省，咱别洋洋自得了。你看，这不就是以笑劝谏吗？但是呢，他的这个劝谏都是藏在嬉笑怒骂之中。汉武帝呢，一辈子也没重用过东方朔，一直把他当成小丑式人物。一直到东方朔临死之前，和汉武帝说了一句话，他引用《诗经》上说的，翻译过来就是呢，说这个苍蝇飞来飞去啊，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着苍蝇嗡嗡叫，就别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啊，四方邻国也不得安宁。希望呢，陛下呢，你能远离巧言谄媚之人啊，别听信他们的谗言。这时候把汉武帝惊个够呛，说以前东方朔呀，不逗乐不说话，现在怎么说话这么正经了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他呀，绝不仅仅是个搞笑的明星。就说这个时候，汉武帝意识到了，其实东方朔是个奸直孝行，是个真正的忠臣。那东方朔是奸直孝行，历史上还有权直孝行。在古代呢，专门逗乐的权直孝行被称作排忧。和相声相比呢，排忧更倾向于呢滑稽模仿秀啊，这个职业可古老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最有名的一个排忧呢，是春秋时期的幽梦。有成语叫幽梦一乖，就说这幽梦啊，想学谁都学得惟妙惟肖的。幽梦当时伺候谁呢？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楚庄王呢召见幽梦给自己表演节目，幽梦就来一段模仿秀。模仿谁呢？楚国的相国孙叔敖。孙叔敖这时候已经死了，孙叔敖可是个了不起人物。司马迁呢在《史记》里称他是呢，说孙叔敖3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世俗圣美，政缓谨止，力无奸邪，盗贼不起。就是孙叔敖治理的楚国，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呢活得很舒服。就是楚庄王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跟孙叔敖的辅佐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惜孙叔敖英年早逝，活了38岁就去世了。那这幽梦呢，凭借自己的天赋把孙叔敖模仿的不但惟妙惟肖，还特别搞笑滑稽，当场把楚庄王就给乐懵了。说你这简直跟孙叔敖活着一模一样啊！这么着吧，孙叔敖死了，我也挺难受的，我这么的吧，我拜你为相国吧，就你幽梦来当这个相国，顶替孙叔敖吧。这时候幽梦就说了：“哎呀，我这哪有那两下子？我可不敢当相国，而且我害怕当相国。”啊，你为什么害怕？你看为什么呢？这大王你看啊，孙叔敖一生尽忠报国，廉洁奉公啊，使咱们楚国呢称雄诸侯。可是他死后呢，他儿子一贫如洗，现在干啥呢？靠卖柴为生，那体格还不行，天天长病。
你说这样的话，我要当楚国相国，将来我儿子都快混的活不下去了，你说我哪敢当啊？我得保全我孩子呀。楚庄王一听啊，面红耳赤，搞了半天了，这幽梦是有备而来呀，他这讽刺我呢。楚庄王意识到自个儿啊没有照顾好孙叔敖的后人，愧对孙叔敖，所以他立即呢把孙叔敖之子招来，重加封赏。所以你看呢，古代的孝兴啊都挺有才，而且你看这个全职孝兴幽梦，不顾自己身份地位，其实等于给楚庄王用这种方式进谏，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可以说这个幽梦呢有着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讽刺皇帝。你再看东方朔这兼职孝兴啊，其实他的喜剧天赋何尝不是被皇帝给逼出来的？如果你直言进谏，把皇上惹怒了，效果也不好。他只能呢又要保命又要谏言，所以他采用这种方式。所以说古代的孝兴可真不好当，那是等于用生命在搞笑。那由此呢，我想多说两句。你说古代孝兴这精神难道不值得现代孝兴学习吗？咱们看现代的孝兴，有的时候向权力谄媚，有的时候只顾自个儿挣钱，弄一些很庸俗的东西。现在孝兴也不用冒着杀头危险了，还能拿着天价的酬劳，挣了不少钱。那是不是在搞笑的同时啊，说你给人带来了送去欢笑，这固然是好。那么当你要尽到一个演员的社会责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正义与公理一边，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呢？我们看为什么一到现在，不光孝兴啊，其他的明星也是一有倒霉的事了，很多老百姓说不理解他们也好，还是瞧不起他们也好，纷纷出言讽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对正义和公理发声的时候，演员这行几乎集体失声。有的人是远离政治，远离社会责任，闷声发大财；有的人甚至呢自甘下流，醉生梦死。那你这样的话，你的社会责任感没有，那你说老百姓把你看成个戏子，轻巧你贱巧你，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吗？所以我说现在我们那些孝兴，你在搞笑的时候挣到那么多钱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呢？起码需要你们发声的时候，不要谄媚权贵，不要向庸俗低头，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不要在这时候躲避一些正义的声音。是不是孝兴也应该尽到一份社会责任，向中国古代的孝兴学习一份他们的家国责任、家国情怀呢？